如今南唐未定，西蜀未灭，如若贸然兴兵北伐，无异于自失其先，受制于人。一旦南唐、西蜀乘机谋我，腹背受敌，其实莫说北伐胜负，便是方才安稳下来的淮南、关中之地，亦将不保。范相公所言极是。若要北伐，须先定东南。南唐虽已去帝号，只称国主，但其国力未衰，只称臣而未纳土，野心昭昭，随时有反噬之势。若要牵制金陵，使李氏不敢妄动，须令吴越前世先一步纳土归朝，去其赋税以实仓廪，取其兵马以充营吴。有了这10几万的兵，几百万的银券在手里，那无论是北伐还是南征，皆可从容错置。赵匡胤，臣在。你以为呢？北伐幽燕和吴越纳土，这是2件事。北伐必须倾国之兵，东南之事却依旧要仰仗前世。吴越立国以来，善使中原大国，迄今已有50年，事国之中，与朝中大臣无异。大军北伐，南方若有异动，臣以为前世必不会做事。前世是吴越国主，岂能以私交而论国事？一国之政，不当论以私情；一国之利，更不当建立在兄弟情谊之上。封闭入谷，不过朽木而已。唉，为朕这一病，连心气儿都散了。方才内朝议论北伐之事，陛下行显冒进。若是往日，第一个站出来言臣厉害的，必当是你。怎么今日反倒哑了，连一个字都不说了？文素若是有暇，不妨去学士院一行，看看。看看天子的脉案。元老，北面州郡诸军的员额5倍，你所知有多少？郑宁军驻守澶州，天雄军驻守大名府，天平军驻守运州，我恒海军驻守沧州。州军驻节州郡，至少5000精兵，过万的府兵。其余诸州的兵马，少则2000，多则3、4千。北面防务10几个州郡，总兵马6万有余。陛下，方才廷议之事，即为相公与典检所议，皆为公允之言。眼下立夏刚过，夏粮未收，南唐西蜀亦未平定，的确不是北伐的好时机啊。自殿前司经军中典检人手，正要出巡。官家出巡，随驾公卿，素未进军，行在大臣。鲁布仪仗总要筹备个10日到1个月，还要知会沿途各州县，布置警备。明日便出巡，确实有些仓促啊。明日即行。这数位禁军都未曾点检，
天子出巡啊，那少说也得是上千人的吃喝用度啊，什么钱粮食水、盐菜粗布，那都要准备的呀。这明日起行，如何能来得及啊？令监司朱营皆留副使坐守。咱们兄弟10人，自各自营头拣选1个师的精锐，凑齐100名甲士，护从官家出巡。100名护从圣驾，大郎，都听明白了，就各自回营准备吧。诺。万物安宁，天下太平。太尉在吗？先生请进。坐。方才那2句军令，也是出自于《论语》。点出《吕氏春秋》。先生自诩颁布《论语》可治天下，为何军中行令，反倒不用《论语》啊？春秋乱世，就连圣人也找不出太平2字来。太平。太尉，何由之深呢？年少时意气风发，满心皆是建功立业的心思，而今楼为日高，功名之情却愈发的淡了。就想着闭眼之前，不知能否得见太平岁月的模样。太尉，当今天子是不亚于唐太宗文皇帝的圣君，只需假以时日，必能克定乱世，以治太平。天下乱了这么久，能遇到一个好皇帝，不容易。天下非毅然而乱，也非毅然而治。千古之乱，绝对不可能是一人之事。泽平被我再用一番了。白乐天的那首诗：七德舞，七德歌，传自武德至远河。元和小臣白居易，观舞听歌知乐意。乐中旗手陈其事，太宗18举义兵。白毛黄月定2京。秦冲鹿斗四海清，20有4功业成，20有9即帝位，30有5治太平。功成礼定和神速，速在推心治人妇。王族遗骸散伯收，积人麦子分金赎。则知不图善战善成时，以心感人，人心归。臣等恭送陛下。
翰林医官陶冲参见范相公。今日是你当值？是。小便赤色，肤色发黄，烦热口苦，已有水谷之险。此症怎么说？此乃湿热壅滞，病在肝脾之下。轻重如何？如何诊治？当清热利湿之。有话直说，不得有半点矫饰遮掩。既已有水谷之症，当有肝郁气滞，稍有不待，恐怕会有热破血溢之危。今夜之言，不许授予第三人知晓。下臣明白。二郎，泽林先生，1个时辰之前，范相公传了翰林医官陶冲去正食堂值守。盛家今夜该是宿在澶州。是。范相公身子不悦。翰林医官为宰相问诊，须出自上次。范文素素守臣节，不会行此僭越之事。不是宰相，是官家。官家。如今澶州可以用的兵马有多少？5000。明日便能随即调动的又有多少？仓促之间，可得2000。2000便2000，点检兵马，明日随臣护从。你究竟是何时知晓天子病情的？如此紧要大事，为何一直瞒着不说？天子没病，至少于禁军诸将而言，天子一定是没病。天子出京，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应当随时做好北上迎驾的准备。可令张永德领兵驻陈桥，李崇进领兵驻赤冈。这些都不是最紧要的。陛下北巡，粮秣给养，准备的如何呀？随后人丁不过100余人，可沿途发文各地方自筹，便足以供给。你坐下来听我说。我说是100人，便是50倍之100倍之的准备都还不够，至少要按5万大军的粮秣辎重准备方才可以。这5万大军又是从何而来？自天子出京之刻起，其事已成。5万大军还是我最保守的预估。我等宁可多备，切不能少了千军所需啊。赵泽平，太君，我儿用你为谋佐，是为朝廷和官家做事的，不是要你来破家灭门的。阿母勿恼，泽平先生也是。闭嘴！此地没你说话的份儿，跪下。太君恕罪。赵某斗胆僭越设谋，非只为赵氏，亦是为了国事。怎么说？官家圣功不渝。妄言！太君明鉴。此物从何而来？翰林医官署令使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为有己，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
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9族之内俱无完卵。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后，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寿数了。陈潘美恭迎圣驾。如今元城的驻军有多少？元城有披甲3000。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3000。好，给你1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朕护从。诺。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两位相公，太尉他都出去。张太尉，2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襄、博诸州，沿途调用兵马。如今是个什么情况？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士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匹夫。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2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务，北伐已成事实。官家圣公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北伐？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剑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4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2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是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摆旗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赵书记，你想做什么？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哪件事？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所会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2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莲姐，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2位相公，请放心。
仓促间才凑足了这3、4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呀？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大的呀？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末将在。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末将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末将在。启奏陛下，3卯已过，诸将无一缺漏。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16州。落。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津关、瓦桥关、峪口关3关及营漠等州。至5月初1，关南之地西平。5月初2，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欲一鼓作气，攻取幽州。为朕，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哪里来的？重要吗？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百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2、3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莫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栾架会合。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孟浪。中原去年可曾加赋啊？中原州县已有4年不曾加。不是大打。确实不是大打。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仗连绵，甲兵犀利，空闲100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大王，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以静，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错阵。天子銮驾到哪了？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